李长寿在此地所布置的单一阵法，哪怕能够抵挡金仙的探查，也是挡不住4人的目光。他们至于探不要紧，却是看得大法师皱了眉，云霄禁不住轻移，琼霄和碧霄一阵眨眼。只见那大阵之中，一处不起眼的石缝内，应是要在此刻渡劫的青年炼气士，手握着一把金色宝剑，对着自己额头狠狠地砸落。云霄几乎脱口而出：斩道境之法。大法师的动作更快，身影唰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，径直出现在下方大阵之内。因怕误伤李长寿，大法师也不敢在此时随意的出手，只能匆忙喊道：不可，未到！啪的一下，李长寿手中握着的那把金剑已经是狠狠地斩落在自己额头，就跟自己有仇一样。刹那间，金星四溅，金光乱闪，李长寿凝成的斩道境之剑直接炸碎，还算饱满的额头安然无恙。而李长寿那已经圆满的道运化作了3朵海碗大小的12品青莲，此刻凝聚在身周，正轻轻地震颤。那净洁透彻甚至近乎透明的花瓣中抖出了一丝丝的杂质。李长寿的气息向下缓缓跌落了大概1000分，不对，应该是10000分之一不到。随之那3朵青莲就消失不见了。李长寿的身周道运迅速收敛起来，饶是一直淡定的大法师在旁边看的也是有些发愣，嘴角轻轻地抽搐了几下。老师在上，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青莲算是道门的标识，3花做莲花状，这代表修行的是正统道门道成，得道门气运庇护。莲花瓣数越多，就代表着道基越圆满，潜力越大，今后的上限越高。而莲花越是透彻透亮，就说明道基越稳固，对道的理解越透彻。但这3朵透彻到近乎透明的12品青莲，过分了吧？宣都大法师突然明白了，为何老师会格外关注这个小弟子。长寿这家伙，不只是够机灵，会说话，善谋略，会安排，本身也有跻身道门高手之列的潜质。短短的刹那间，李长寿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，大法师心底念头已经转去了另外的方向。要想个办法，让云霄师妹知道长寿的潜力才行。而另一边，李长寿此刻也是有些尴尬。假若大法师早出现几个呼吸，他这一剑都不会直接斩下去。9为单数之极，斩道境9次，晃了天道9次，那第10次触发天劫，大概率是会有天罚降下了。怎么还有人？李长寿看着空中那3道落下的身影，头上慢慢的出现了几个问号。此刻他借着阵外指道人，凭着自身仙识都探查到了那3道倩影。对方也并未刻意隐藏身形，没有施展什么马赛克之法，就这般大大方方的从空中驾云落下。左侧那位仙子最先吸引了李长寿的目光，她身段略微高挑，身上的素白长裙十分得体，白皙肌肤若月光凝成，方颜更是醉人心神。不正是云霄？云霄的身旁，一位身着浅绿色罗裙的少女，一位身着浅红色短裙的女子，各自都是俏丽面容，也是颇为可爱。自然就是碧霄与琼霄。话又说回来，云霄仙子每次现身，衣着发饰都略微的不同，但每次都是这般的美丽，令人百看不厌。不过现在的重点好像是3霄为何会出现在此地。李长寿忙道：弟子刚才下手太快了一些，大法师勿怪，劳烦大法师再等弟子1-2个时辰，弟子这就静心悟道，尽快渡劫。可是这大法师，上面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是这般，为让你安稳渡劫，得金仙劫之好处，我特意去请云霄师妹前来助你一臂之力。琼霄、碧霄2位师妹只是过来看热闹的。
云霄师妹的混元金斗十分了不得。当下大法师将混元金斗之功效简单的与李长寿说了一遍。李长寿心底顿时满满的感动，感动到想要吐槽大法师几句。稍后渡劫时，自己说不定就要祭出所有底牌，这些被大法师看去自然没事，毕竟大法师是自家的大腿嘛。可这若是被三霄仙子看去，那不吃亏吃大了吗？李长寿转念一想，自己成金仙之前的任何底牌，在这种级数的高手面前，其实都只是玩笑一般。大法师能为他这个小弟子着想到这般地步上，自己还能多求什么？李长寿对着大法师做了一个道揖，叹道：弟子无用，让您费心了。不必多礼。玄都大法师有些心虚地笑了几声，等三霄仙子落入大阵，为李长寿引荐了一番。还好此时李长寿的本体用的是人教小法师的形象，暂时没有暴露仙门弟子这最后一层根脚。罢，但是稍后渡劫，自己8成不是，是铁定要把真容暴露在三霄仙子面前了，这让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有些不安。他向前执弟子之礼，云霄侧身半受，并对他微笑颔首。碧霄与琼霄也知，李长寿是被大师伯与玄都师兄看中的人教弟子，自然也是好言相对。与当初老神仙皮指道人初登三仙岛，这待遇简直是天差地别。云霄关切地问：道友，你刚刚自斩了道境，可是觉得自身之道不称意？并非如此。李长寿忙道：弟子修太清无为道，幸得大法师传妙法，修得如今天仙道。此前只是因为道基还有些不稳，故用斩道境之法，以此来稳固自身。为了拖延时间斩道境，这种话自然是不能说的呀。琼霄在旁边轻笑了一声，叹道：那你这一斩，我们岂不是白跑了这一趟？待你下次要渡劫，又不知该是何时了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犹豫，不敢直接说自己马上就能来下一次，以免让三霄仙子觉得自己夸夸其谈，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。然后李长寿刚斟酌好回答的话语，就听一旁的大法师笑着开口：琼霄师妹还请放心，咱们稍后1-2个时辰，他自可再行渡劫之事。琼霄顿时有些疑惑不解，大法师笑道：长寿，把你尚未绽放的三花显出来吧。不是，大法师，您刚才喊弟子的真名了吧？三花这东西只是道基所显，也能拿出来给人品鉴的吗？赏个花儿？听闻大法师之言，三霄都是有些好奇，尤其是云霄，目中带着几分温柔笑意，注视着李长寿，想看李长寿还能给他哪般惊讶。大法师催促道：怎么还扭捏上了？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。是，弟子遵命。李长寿答应一声，心底略微思索，胸前凝出了一朵12品青莲。这大法师应该是有其他的考量吧，但是总归李长寿还是感觉自己被小小的坑了一把。片刻后，李长寿静静地在大阵之中盘腿打坐，左手掌心握着一只玉符，这是渡仙门无为经下篇。如果太清道函算是人教高阶版本的修道宝典，那无为经也能算得上是中上水准。李长寿此时只需要一个触动，就能再次引发天劫。无为经之内大部分的内容都涵盖在了太清道函中，李长寿要参悟的也并非无为经本身，而是从无为经到太清道函，其内太清大道所出现的轻微演变，这里面埋藏了圣人参悟大道时的微弱变化，是寻找顿悟的绝佳感悟点。
顿悟这种事也并非是无迹可寻，更非所谓的厚积薄发，最重要的不是汗水，而是灵感。李长寿的这半篇经文还未读完，心底微微一笑，已经是闭目凝神，陷入了悟道之境。只见他胸中武器凝珠环，三花玉放聚真元，宝体清透无尘染，指带结落成金仙。而在大阵之外，玄都大法师与三霄仙子凝出了一方木桌，四只座椅在云上静静喝茶。琼霄与碧霄不断地称赞人教底蕴深厚，这弟子的道基竟然能够稳固到这般地步。而云霄和大法师此刻却都是略微皱眉，不断地思量。若说实力见识，大法师和云霄自然是比琼碧两个人高了几个层次。此刻两位大佬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李长寿的道基实在是太稳了，甚至有些稳过头了。这般道基不知会招来何等天劫。云霄仙子低声轻叹，自古而来，多少惊艳了天地的俊才都倒在了金仙劫之下。大法师缓缓点头，也道：说不得这次必须请动老师至宝的威能了。若只是金仙劫，我那混元金斗自可助他，玄都师兄放心便是。玄都大法师掐指推算，低声道：怕不只是金仙劫这般简单啊。玄都师兄，这是不是传闻中立道前的无极大圆满？应是这般了。我此前倒是忽略了此事，觉得他修行不过数百年岁，了不起便招来9道金仙劫，是大罗之资。不曾想长寿这家伙竟闷声不响，搞了个无极大圆满的道基。我现在当真有些怀疑，长寿这家伙是不是远古哪位前辈高人的转世，竟能达到这般地步。若是大能转世，恐怕大师伯不会容他。只是玩笑之语罢了。大法师轻笑了一声，琼霄小声嘀咕道：不是说这般无极大圆满的炼气士天道都不容吗？无妨，且看长寿造化便是。话语这般底气十足，大法师自是做好了全力出手，在天劫之下抢人的准备。正此时，那大阵之中出现了一抹道韵波动，宛若倔强的豆苗拱开雨后的土壤，一条脱胎于太清只属于李长寿一人的大道在此刻冲开大阵。碧霄喜道：真的又来了？他悟道这般迅速的吗？半个时辰都没呢。碧霄话语刚落，空中突然就响起了惊雷之声，浩瀚天威自高空自四面八方疯狂涌来。只是这天威就让大法师与云霄略微皱眉，让方圆数万里内的生灵齐齐惊惧。李长寿此刻跳到了一块大石上，负手而立，刚要准备开口念一段渡劫前的感谢词，高空之中突然出现异象，一朵100丈直径的灰云凭空出现，凝出了一位老者的模糊面容，注视着下方的李长寿。云霄奇道：为何会有道祖之影？然而这已经是李长寿跟这般虚影的第2次见面了。李长寿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心底突然有所明悟，似乎有人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，但是自己听不到声音，感受不到对方的半点道韵，只知那问题是什么。那问题就一个字儿：渡，还打了个问号。李长寿重重点头，渡。那灰云瞬间消散，方圆万里之内，整个天地突然变暗，无边无际的灵气浩浩荡荡而来，完全看不清楚劫云是从何处涌来，几乎只是转瞬，高空之中尽是黑云，直径9999里，朝着下方凶猛地压下，一股天威直接锁定在了李长寿的身上，生怕他跑了一般。李长寿深吸一口气，那一段早就已经倒背如流的感谢词脱口而出，表情、语气、顿挫、口音都细致考究，
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，几头黑豹在丛林中趴伏了下来。本来之前被天威惊动的他们，本能的就要朝着远处逃遁，但是跑了还没有几百里，又一股绝强的天威压下，让他们完全不敢动弹。而在这黑豹一家人之中，修为最高凝成了妖丹的那头黑豹，此刻勉强站着，眺望着天威最浓郁之处，他的目光十分复杂。又是金仙节，洪荒渡金仙节这么随便的吗？之前刚感受一个。哎呀，这天威怎么这般吓人？莫不是排名前3传闻中的金仙劫难？不是，自己到底从哪儿知道的这些？若真是某种传闻中的金仙劫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撑过去，那已是变相的天罚，遭了天妒啊！遭了天妒。这话好熟悉啊！自己这些记忆和见识，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？罢了，这不重要。今日这般大劫，遭劫的生灵必死无疑。若是能渡过去，豹爷我啃3年树皮。道门弟子李长寿，金起苍天。无边黑云之下，滚滚灵气之中，李长寿长发不舞，长袍不动，立于大石之上，抬头注视着高空中的黑云。他朗声喊着，嗓音压过了急促的风声与闷雷响动。百里之外，4位道门高手不由得侧耳倾听，各自有些奇怪，不知道李长寿渡劫之前为何还要开口，又有什么要启天道明了。但是李长寿话音在云中回转之时，大法师和云霄隐隐感受到了一缕苍茫无名的道韵，正在云中徘徊。天道，或者说是道门之祖，真的在听。这